歡迎嚟到懸疑檔案。2016年11月17號凌晨12:52 Nicola 打咗911報警電話，話佢個仔 James 俾人用刀拮傷，目前大量出血。警方喺幾分鐘之後就到達咗現場，屋入面血跡斑斑，地板、床褥同埋走廊都係血跡。James 嘅胸部被刺傷，身上亦都有數個被刺傷同埋割傷嘅傷口。可惜 James 喺到達醫院之前就已經傷重身亡。警方喺廚房度發現咗一把10寸長嘅刀，刀柄上有凹位。警方確認咗呢把刀就係兇器，而且曾經俾人由地下執起放到廚房嘅櫃檯度。現場冇強行進入嘅跡象，但係後門就虛掩住。警方上前視察，就喺後門嘅平台度發現咗一部手機。案發當時，屋入面總共有3個人，佢哋分別係 James 嘅媽媽 Nicola 嘅男朋友 Guy 同埋 James 嘅好朋友 Jeff。佢哋話俾警方知，嗰部手機係屬於 James 嘅女朋友 Melanie 嘅。1995年5月28號出世嘅 James 喺佛州嘅農莊成長。喺佢7歲嗰年，佢嘅父母就離咗婚，佢嘅家姐同爸爸一齊搬走咗，而佢就同媽媽一齊生活。不過佢嘅父母都同意共同撫養2個仔女，所以 James 同爸爸同埋家姐嘅關係仲係好親密。James 為人善良，有冒險精神，佢係一位盡責嘅學生，從來都冇喺學校惹過麻煩。喺課餘時間， James 最中意嘅活動就係打機。佢喺遊戲社群入面認識咗好多志同道合嘅朋友，包括佢嘅女朋友 Melanie。Melanie 比 James 細1歲，睇起嚟好怕醜，講嘢陰聲細氣咁。自從佢哋喺高中時期開始拍拖之後， Melanie 亦都成為咗 James 屋企入面嘅常客。每當有節慶，佢亦都會同 James 嘅屋企人一齊慶祝。James 高中畢業之後， Melanie 亦都輟學啦。Melanie 之後參加咗 GED 考試，同 James 進入咗同一間大學。佢哋為咗可以爭取更多時間見面，而經常報讀同一個課程。負責呢單案嘅 Oliver 警探首先向 James 嘅好朋友 Jeff 問話。Jeff 話佢當晚喺 James 嘅屋企度過夜，大約9點半或者係10點，佢就瞓着咗。當時 James 仲喺度打機。James 喺當晚曾經將佢叫醒，並講咗一句：我覺得一切都結束咗。Jeff 冇為意，就繼續瞓覺啦。之後佢被噪音嘈醒，突然之間 James 打開咗房門，開咗燈，就跑咗入間房，大嗌救命。冇幾耐之後 James 就暈咗喺張床度。Jeff 當時非常緊張，佢嘗試用手撳住 James 嘅傷口，幫佢止血。Guy 亦都跑咗入間房，嘗試幫佢做急救。而 Nicola 就打電話報警。Nicola 同警方講，當晚一切如常。食完晚飯之後， James 同 Jeff 就返去 James 間房度打機。Guy 亦都向警方承認咗佢曾經移動過嗰把被證明為兇器嘅刀。佢表示佢唔係有心要污染證據㗎，佢只係擔心有人會唔小心踩到嗰把刀而受傷。3位證人嘅口供都非常一致，警方亦都相信佢哋同 James 嘅死冇關係。之後，警方問 Nicola、Melanie 有冇可能涉案。Nicola 認為冇可能，因為 Melanie 份人好怕醜，而且仲好細膽，冇可能會做出啲咁嘅事。
呢個時候 Melanie 嘅媽媽嚟到咗案發現場，佢話俾警方知 Melanie 喺較早時離開咗屋企，而且佢睇起嚟好傷心。佢一直嘗試打電話俾 Melanie， 不過就冇人接聽。喺調查進行期間， James 嘅爸爸聯絡咗警方，佢話喺案發之前嘅幾個鐘 James 曾經聯絡過佢。James 同佢講，佢即將要同 Melanie 分手。喺 James send 俾爸爸嘅最後一封短信中提到，佢知道今次嘅分手對大家嘅傷害都好大。警方馬上申請搜查令，調查 Melanie 嘅手機。佢哋喺一個遊戲 app 入面發現咗 Melanie 同 James 嘅對話記錄。11月16號夜晚9點08分 ，James 向 Melanie 提出分手。喺跟住落嚟嘅對話入面，唔難發現 Melanie 對於突如其來嘅分手感到非常傷心。警方向 Melanie 嘅父母問話，佢哋都話案發之前大約45分鐘 ，Melanie 好傷心咁揸住自己架白色豐田私家車離開咗屋企，而且仲揸得好快。警方喺 James 鄰居嘅 CCTV 片段度發現 Melanie 架車喺案發之前曾經喺住宅區出現，並喺 Nicola 報警之前就快速咁離開咗住宅區。於是警方開始全面通緝 Melanie 同埋佢架車。之後警方又再次向 Jeff 問話，了解 James 同 Melanie 之間嘅關係。Jeff 提到佢曾經喺2014年搬入咗 James 嘅屋企度住，但係最終因為 Melanie 嘅關係，佢被迫搬走。Jeff 話 Melanie 嘅佔有欲好強，而且非常黐身，佢要求 James 無時無刻都必須喺佢嘅身邊。當 James 想花時間陪朋友嗰陣， Melanie 就會好沮喪。Jeff 仲提到喺案發之前1年， Melanie 親口承認咗佢將漂白水倒入咗 Jeff 嘅魚缸入面，將大部分嘅魚都毒死晒。Jeff 話 Melanie 咁憎佢係因為佢係唯一一個會叫 James 同 Melanie 分手嘅人，而且佢亦都知道 Melanie 嘅情緒非常唔穩定。有一次 James 向 Melanie 提出分手， Melanie 即刻就拎咗把刀威脅 James 話佢要自殺。Melanie 嘅屋企人仲一度將佢送到 Maryland 嘅親戚屋企度暫住，希望佢哋可以將佢哋嘅感情沖淡。不過佢哋喺2016年又復合啦。呢個時候警方追蹤到 Melanie 架車喺案發之後嘅15分鐘往 Maryland 嘅方向行駛，佢仲喺路上嘅油站用過信用卡同埋 ATM。 警方懷疑 Melanie 而家就喺 Maryland 親戚嘅屋企度，於是佢哋揾嚟咗當地嘅警方幫手。果然喺 Melanie 嘅親戚屋企度發現咗佢架豐田私家車。之後當地警方以關心 Melanie 嘅狀況為理由嚟到咗佢親戚嘅屋企。 Melanie 對警方講嘅第一句說話竟然係：我仲喺度諗我幾時先需要被問話。一般人並唔會問咁樣嘅問題，通常只有罪犯先至會咁講。之後 Melanie 就喊咗出嚟，並同警方講佢好驚。11月18號，亦即係案發之後嘅第二日，Oliver 警探親自去到 Maryland 搵 Melanie 問話。到咗目的地之後，Oliver 警探話俾 Melanie 知佢並冇被逮捕，佢只係想聽下 Melanie 呢一邊嘅故事。佢亦都冇對 Melanie 宣讀米蘭達警告。米蘭達警告就係我哋經常喺電視劇度聽到嘅呢一句對白。而家唔係事必要你講，但係你所講嘅嘢，我哋會用紙同筆記低，
作為呈堂證供。Melanie 同 Oliver 警探講，案發當晚 James 透過遊戲 App send message 俾佢，向佢提出分手，並同佢講自己喺幾個月之前已經唔愛佢啦。Melanie 好傷心，並喊咗好幾個鐘。之後佢越諗越嬲，就揸車去到 James 嘅屋企，打算同佢對質。到咗目的地之後， Melanie 無法克制自己嘅怒火，佢喺廚房度拎咗把刀，就開始瘋狂咁用刀吉 James。佢話佢並唔知道自己吉咗 James 幾多次。佢仲同 Oliver 警探講，佢仲留住案發當晚佢染血嘅衫，並將件衫交咗俾 Oliver 警探。第二日 Melanie 就被逮捕啦。喺2018年嘅第一次審訊中，辯方以 Oliver 警探冇向 Melanie 宣讀米蘭達警告為理由，要求法庭將 Melanie 嘅自白列為無效證詞。不過法官認為當時 Melanie 並冇被扣留或者係逮捕，所以 Oliver 警探冇必要向佢宣讀米蘭達警告。控方指出，喺 James 同 Melanie 提出分手之後， Melanie 好嬲，於是佢就去到 James 嘅屋企，希望可以挽回呢段感情。但係佢就冇辦法控制自己嘅怒火，而殘忍咁將 James 殺死咗。辯方就將責任推咗俾 James 嘅媽媽 Nicola 同埋佢嘅男朋友 Guy。辯方稱 Guy 先至係真正嘅兇手，因為佢曾經將兇器執起，應該係打算將刀上嘅血跡清洗乾淨，而 Nicola 就一直喺度幫佢掩飾罪行。陪審團喺經過2日嘅討論之後，都係無法作出一致嘅裁決。陪審團相信 Melanie 有罪，只係無法決定佢所犯下嘅罪行應該係1級謀殺定係2級謀殺。於是法庭宣判審訊無效，案件需要重審。2019年案件重審，最終 Melanie 被控2級謀殺罪名成立，獲刑50年。